组即将出场的3支小队会是谁？掌声欢迎豪门四海小队的小海门呛，欢迎来自谢谢大王小队的谢谢安全出口，欢迎黄岛求生小队的徐指导杨子儿。第一轮要进行对决的是小海安全出口徐指导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就是我身边这一群大老爷们儿中唯一的女生，掌声欢迎小海。谢谢，你们的热情让我以为我已经拿冠军了啊！这样看喜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有病，是吧？你看有焦虑抑郁的 ，ADHD 的，还有超雄的。我也有病，我前一阵儿确诊了强迫症，不用担心不严重，我只是小强。然后但我有很多奇怪的症状，有时候我都感觉我有点强的可怕。我有一个症状，就是我总会反复检查。我每次坐飞机都会反复检查手机有没有调成飞行模式，再检查电脑，再检查别人的手机。有一次我直接跟旁边人说：“我说您手机麻烦调成飞行模式了。”他说：“怎么空姐还有便衣呀？”我还有一个症状，就是我特别害怕细菌，我拿很多东西都要垫一张纸。有一次我朋友来我家，我垫张纸开门，他说：“你干嘛？你是怕在家里留下指纹吗？”他看我垫张纸拿手机，他说：“你这手机该不会是电子产品吧？”对，我特别害怕细菌，所以我特别爱喷酒精，然后就算在家里也喷。你知道我家现在酒精浓度有多高吗？我现在在家里都不敢开明火。我就连骑共享单车我都得喷酒精，我特别庆幸我不会开车，不然查酒驾我一定会把酒精喷在酒精测试仪上。而且我也最近发现，真的很多人对强迫症都有一些误解。之前我朋友看到我的包，他说：“你包怎么这么脏？你不是有强迫症吗？你不应该有洁癖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只是害怕细菌，但我不爱干净。”保洁来我家第一句话：“美女，1年的活2小时干不完。”我家只是细菌少，但是垃圾多。我家就是一个无菌垃圾场。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哎呀，没事别总在家做饭，家里哪有外卖吃着放心。”真的，我发现很多人都对强迫症有误解，很多人觉得强迫症就是爱干净，甚至我有朋友给我推了一款专门给强迫症玩的游戏，叫《清洁英雄》。游戏内容就是扫地擦桌子。我说别人都玩游戏当英雄，我玩游戏当保洁啊！人家选的英雄都是什么安琪拉、妲己，我的英雄不是张姐就是李姐。人的英雄都穿什么冰蓝丝绸战袍，我的英雄只能穿卡其色小立领。我觉得喜欢玩清洁英雄的人，可能只有威猛先生。除了误解，我发现更难受的是，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。你看，你要是得了抑郁症，所有人都会关心你，跟你说你还好吗？我跟别人说我得了强迫症，所有人都跟我说我也是，我也爱看修驴蹄。你爱看切肥皂吗？就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。你看，你要是在网上搜不同心理疾病，后边跟着词就能看出来。那你看，你搜焦虑症痛苦，抑郁症难过，你搜强迫症极度舒适。甚至在我确诊之前，我都没把强迫症当病。我一直都觉得强迫症就是笑点低，因为你看网上所有人都不开心，只有强迫症洗个地毯他就能狂洗。我以前我都不了解强迫症，我以前刷到强迫症狂喜啊，我一直都以为狂喜是强迫症的一个症状。真的，我说我也没狂喜啊，那我没病，我就是爱骂人。他们说那你是超雄。
但是我发现就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，就很多那种短视频博主发个那种什么切东西短视频，就说治愈强迫症，底下没一个强迫症说自己被治好了的，都是一帮正常人说我确诊了，好治愈啊。我说你凭啥就确诊了啊？我又是挂号又是测试，我好不容易才得上的病，你刷个短视频就确诊了啊？强迫症是什么低级的病吗？所有人都想来分一杯羹。就你凭啥强迫症？你评论里的滴的都打错了。更难受的是，强迫症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。医生跟我说，现在最好的方法叫暴露疗法，就是你害怕细菌，你就要多接触细菌。我说我现在接触细菌已经够多的了，我还怎么多接触呀？啊，我看见小区垃圾桶，我跳进去。我再买个公厕味的香薰。但我现在还是在尝试暴露疗法。我现在就跟我自己说，没关系，对吧？手机不检查没关系，骑车不消毒没关系，脱口秀没有底没关系。你们不投票有关系，开玩笑，不投也没关系，但你们最好不投也没关系啊，但你们最好能投个整数。谢谢大家，小海。谢谢小海，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左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小海。如果万一从你这儿7开始倒数，你是不是会特别难受？还好，这个数数不太属于我的太大严重的症状。你聊的是那个相当于医学上一个正式的确诊，是吧？对。我特想知道什么算是一个标准。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，就是我就是反复检查。强迫症这个科普一下，很快，就是强迫症和焦虑症一般是同时出现的。啊，对。越焦虑你就越强迫。哦。就尤其触发你焦虑的场景，如果你出现过这个事儿，你就像我有一次吧，我就是这个拉链开过，所以我上台之前就会反复检查我的拉链，它其实是焦虑的一种，就反复就相当于又把你带回那个场景，对然后就反复又加强，是吧？对。但是我有时候也有一点点，比如我演出的时候，我看到底下的一些观众穿衣服的颜色，我都想帮他归类一下。偶尔前排，你这可不是一点点了，这个还蛮严重的。对，但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去确诊。我是腺答题，然后去医院，但我症状我基本上都知道，所以我去做那个测试时，我就知道这考试我一定能过。在家复习来着。因为真正的强迫症好像是很痛苦的，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严重的时候，他是会有惊恐发作，或者是他平时他的床别人不能碰，但是他自己很严重的时候，是他自己都不会坐到那张床上。说我都甚至说有点的，有的时候。你怎么了呢？你的症状是？比如说我要回家，因为我比如说这咱现在都捯饬好了，你不都得洗干净卸完了才能再上炕睡觉吗？是。如果说回家没有这个，有一天回停水了，然后我就在沙发上忍了一宿，我就没有上我的小床。啊，这算吗？去安定医院，因为在北京是吧？宛平南路也行。不是，还是希望您健康。希望先来套真题，我做做。其实刚才我投票的意思，其实想测试一下，因为我看任科老师没给，我说啪，我要给了，我们5个有一个没给，看你难受不难受。哦，结果我给了，他也给了，你看我讨厌这种随大溜。哎呀，他要给了我就不给了。他不是要凑个整数吗？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意。对。哎，我最后问一个问题，你喜欢什么数字？我数字我都喜欢，我都喜欢。都喜欢。我喜欢5，因为5条人嘛。对，所以我按了吧。高情商，行，谢谢小海，谢谢小海。哎呀，如此强迫又如此有大局观的朋友，很棒很棒，谢谢小海的开场表演。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组慢才，哎，脑洞很大，能量很高，掌声有请安全出口。我们的目标是拿冠亚季军。猫奶1鞠躬，保佑我们这次走到决赛啊！这就叫谢谢大王。很开心拿到这届喜剧王打火机的冠军。对，也是我们
喜丹第一次出现双冠军。感谢喜丹能够让我有这次表现。那我呢，哥？拿到这次大王的，我呢？他功不可没。我也摸摸呗，我也摸摸。我可摸吗？你摸一下吧。啊，摸摸你，摸摸你，摸摸你。我好有威慑力啊！哎呀！安全出口进行怎么样？30秒。我们要去打桌游了，开放麦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7点36分，不打桌游可惜了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提笔我画西游，黄巢中我指鹿为马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给甲方弄掉了。上是他掉凳，你掉麦是吧？哎，摆正了，摆正了。没事，后期 P 一个，后期 P 一个。哎，完了，全完了，小海该难受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做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队长。我们就是安全出口。加油！哎呀，今天下了很大的雨，但是朋友们还是来看了，说明大家是真喜欢脱口秀啊，喜欢。我也有点爱好，我喜欢去动物园啊，喜欢看动物。对，就是我到一个城市演出，我就会去一个城市的动物园啊。我现在甚至有点奇怪了，我开始喜欢领我的朋友去动物园玩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就介绍动物园给他们啊。你想不想去动物园？行啊，我其实挺久没去过动物园了，我带你去一趟，带我参观一下，行不行？那我们来个这个。好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恭候你多时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园长啊，欢迎来到我们动物园。入园之前呢，我们要测一个体温啊，还挺严格。对，为了动物的健康嘛。哎，可以，不光是您，我也要测。我没问题啊，到您了。不是你插完嘎吱，我插我嘴啊。不好意思，您抬一下。你是一点洁癖没有啊？这准吗？不是，现在不是那种测温枪那种电子的吗？哦，有，不好意思，测温枪啊，B 53度，我是酱香的，我是。哦，35度，30。欢迎入园。我们园呢是我们国家点名的315景区，就是黑名单呗，咱们就是啊。黑名单，那叫3A 级景区啊。3A 级景区，3A 级景区。来，这是我们的电子地图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山林猛兽区啊，西伯利亚的老虎，哎呀，坦桑尼亚的狮子，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配套设施啊，咖啡店。对，那是这边的哦，右边啊，右边是我们的这个非洲动物区，而且非洲草原的动物。对。啊，那对面呢？对面啊，对面是企鹅。啊，那不去了，去年去过了。好看吗？没看清，人太多了，一下就给我挤出来了。没事啊，在我们这儿你想看什么你就自己划，想去哪个区？行啊，哎，这是哪？这个区啊，这是我们这儿最热闹的区，是吧？静安区。划哪儿去了？划慢点啊，从这儿往前走右拐，动物表演区。哎，我们现在可都拒绝动物表演啊。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们这儿动物表演区不是我们训练动物表演啊，是哪个动物想演哪个动物去演。哦，就是网上那种什么动物硬要表演，能这么理解，很好笑。看啊，好，行吧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出口大马戏啊！今天给大家带来动物表演了。首先第一个动物是我们的狗熊骑车。这狗熊骑车不哪儿都有吗？举啊，狗熊骑电动车呀！干啥去了？没事，我们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鹦鹉学舌。鹦鹉学舌挺有意思啊，学哪个舌呀？动物学呀，动物园里有。不爱看没关系啊，我们看我们的压轴动物孔雀开屏。孔雀开屏不也哪儿都有吗？大哥，喝孔雀开啤酒啊！孔雀开屏，别吹了，别吹。东北孔雀呀，挺好。不看了，干啥呀？不是你这动物太奇怪了，不看了。不爱看没关系，我带你去我们的这个未开发的项目啊，一个野外探索区，还没开发。对，就是测试阶段。哦，怎么样？什么是野外探索区？哦，野外探索区就是我们完全模拟一个野外的环境啊，把动物放进去，让动物在里边野蛮生长。
啊，就模拟那种非洲草原。没错，这个好啊，想看看啊？走。但入园之前呢，还是要穿戴一些专业的装备嘛。啊，户外的装备穿上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冲锋衣。对的。啊来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冲锋裤。冲锋裤衩，啥是冲锋裤衩？防风的。我裤衩要什么防风啊？我放个屁不全兜里了吗？哎呀，穿上吧，穿上有总比没有好，是。啊，欢迎入园。这个区呢有非常多的稀有动物，想看什么直接告诉我就行。哎，我这次来动物园主要想看那个，哎，那个叫啥？就是网上特别火，哎，就是那个，哎，情绪特别稳定，特别温顺。哦，哎，特别懒，你咋碰它都不动。啊，知道？我爸，你爸。我上野外探索，你爸。那是不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哦。卡皮巴拉，有，是不是？有，找一下。它的脚印和别的动物不一样。哦，哎，这个就是瓦达西娃的脚印。卡皮巴拉，什么玩意儿瓦达西娃啊？看你脚印干啥呀，我呀？顺着这个脚印找就能找着它了。哦，哎，这挺有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先生，你这个腿这儿这2个红点是什么红点？你被蛇咬了？我被蛇咬了。你被蛇咬了呀！被蛇咬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能被蛇咬的？我怎么能被蛇咬？我就穿个裤衩，我能不被蛇咬吗？我咋办呢？这个，你笑啥呀？笑是生活的解药啊！你别跟我搞抽象了。来，你把毒给我吸出来！来，吸出来！吸毒犯法呀！是一个吸毒吗？我给你问问人行不行？赶紧给我问人。豆瓣，为什么豆瓣？医生没有医生吗？医生，喂，医生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，他在野区被蛇咬了。什么形状？个不高，黢黑，像东南亚人。蛇什么形状？说我干啥？蛇什么形状？蛇咬完蛇就走了呀。哦，行，那个医生说他一会儿找工作人员送药，您不要着急。有药是不是？有药，赶紧给我送过来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出去肯定投诉你们，你们等着吧。我真服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有点困。哎，不能睡啊！不能睡！没睡，一会儿让你打死了。好像有野兽过来了啊！好像是熊啊！不是，怎么还有熊呢？有熊啊！快跑啊！跑有什么用啊？傻呀你！他有电动车。对，他没电动车，我这咋办呀？这你装死就行，装死。哎，药我给你放这儿了。送药来了，够了呀！谢谢安全出口。喜欢这段漫才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，请左票。结果真的能量很足啊，很精彩，非常好笑，非常好笑。是。对，因为动物园是一个很平常的园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逛过，大家要写这个很平常的是很难的，对。你们下次可以写一下植物园试试。什么？子母园就是植物园，我演植物人啊，活人变大树。然后上一期我看了他们就是那个麦掉了，然后现挂呢，我觉得就是舞台经验特别丰富，然后整个这个段子打磨的很好，我特别喜欢那句，就是那个蛇咬完就走了。我觉得那句虽然是里边一个小碎的一个垫的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文学性，对吧？文学性就是不好笑的意思。他们其实今天换了那个装傻和吐槽，是倒了一个那个，倒了一个个儿，那是。那因为他俩气质都挺卡通，都挺可爱的，有时候观众发现不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俩是比较喜欢演装傻。写吐槽的词挺累的，就是所以我们俩就是会一个本子他装傻，一个本子我装傻，我们在专场里也是这么演，对，这样就不会太累。是啊，对，就累一把，然后得奖励自己一把。我觉得看脱口秀的时候，尤其是你会觉得有的演员的气质，他就会你都不用特别去细听他的内容，他的声音。就比如说今天下午陈数演的时候，就是你听他的声音，就会你相信他演的东西，他会有一种童真感。你们俩演的时候也有一种童真感，尤其是王灿，就他很可爱嘛。然后大队长就是有一种。大队长的气质是憨憨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们俩每次就是一站在这儿，你会让人觉得哦，我很愿意贴近你们。我就反正看他俩演出，我觉得观众没有年龄限制，
啊，对，就很想领着小朋友来看他们的演出。哦，那记得领啊，记得喜剧节我们也去，就是对，我们之前都去过。对对对，哎，太好了。今年依然欢迎来梨园喜剧节。感谢。因为有很多观众，他未必全都是脱口秀的观众。但是他们的节目其实就没有这个屏障，就不是平时看，脱口秀的观众也能够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进入到他们的情景里边来，很快的就带到一个快乐的氛围里。谢谢安全出口。朋友们，我们说一句，我后面的朋友是徐指导，然后他会回这个讲单口的这个节奏里，对，不会像我们这么疯疯。对，希望大家刚我们的演出忘记掉，好不好？忘记掉，进入到这单口，回归到单口，好吧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呀，多好。谢谢安全出口。哎，我们动物园还有4季馆，带你体验一下。好啊，走。欢迎来到冬季馆。哎呀，怪冷的呀。是有点。动物呢？冬眠呢。冬眠我看啥呀？没事，我们去夏季馆。哦。哎呀，怪热呀。动物呢？火山里确实是热。火山呢？不是你这忽冷忽热的游客怎么办啊？放心，我们有东阳光药。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，贴心守护大家出行健康，专业品质时刻在线。啊，哎呀，烧着了呀！啊，收着了。没事，我带你去5季馆。哦，还有5季馆？5季冲浪吗？你这个呀？嘿嘿。既然安全出口都给大家介绍了，那咱们就话不多说，掌声欢迎徐指导。哎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徐指导。我刚刚特意背了一个。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淘宝上给我点了一个，送的太快了，就是。行，那我就揣兜里了，咱们开始演出。很开心啊，今天又回节目了。我今天来之前呢，我爷特意嘱咐了一下我，说你今年能不能别提我，就老提家里人没什么意思。你们脱口秀得面向社会议题，你得有的放矢。这个有的放矢点醒我了。我有个弟弟啊。他带给我的惊喜比我爷还要多。我弟在10岁那年有一次把自己的左胳膊给摔脱臼了，我挺着急，我带他去医院拍片子，拍出来一张健健康康的右胳膊。我说为什么呀？就左胳膊疼，他拍的右胳膊，就怎么你是觉得一个健康的胳膊他更出片是吗？啊？我们都快气坏了，就我弟一个人心态巨好，拿着那个片子说医院挺厉害啊，这拍完就好了。我爸都戏笑了，说医院可不厉害，但你过来拍了下胳膊，能查出你大脑的问题。我从小就跟我弟挤在一个床上睡觉，挺难受的，因为我弟这个人他睡觉不翻身，但旋转。晚上的时候头在这儿，脚在这儿，早上起来就翻到这边了，完整的180度，就到什么程度？就后来我半夜起来，我看他，我能知道现在几点。他那个脚会在我身上做一个匀速圆周运动，那一刻我就理解什么叫真正的旋转的角速度。最可怕的就是到过年还过年，哎呦，真是这个嘴瓢，都赖这个广告刚刚没放上，哎呦，真是。到过年的时候，我爸、我弟还有我会在我爷爷家一块打地铺，我爸、我弟都打呼噜。你们知道打呼噜它是有波峰和波谷的。就我爸那个波峰会精准的卡在我弟那个波谷上，就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啊！给我，就别人家打呼噜都是我们家一到过年，就说别人睡觉都是跟死猪一样，我家这俩睡得跟活猪一样。在我们东北到过年，活猪他不敢睡这么踏实呀，容易成死猪了他就。家里人其实还好。我发现现在陌生人也挺爱打扰我睡觉，就我一午睡就来骚扰电话。我现在感觉我那个电话它最该删除的功能就是电话。有的时候午睡接起来那个推销电话真生气，接起来第一句话：先生，你最近睡眠怎么样？我说最近是多近啊？我刚刚已经跟活猪一样了。我还接到过一次之前来我家干活过的保洁阿姨。过了3天，打了一个回访电话，问我你觉得我3天前保洁服务做的怎么样？我说阿姨，你这3天是在内耗吗？3天
各位过了3天，我已经看不出来他干的怎么样了，就按我现在看是一般。主要我是觉得我理解回访电话，因为他们需要工作要一个好评啊，然后他们工作才有相应的回报，我也愿意配合。但现在有一些回访电话，它真的有点太着急了。我买了个空气炸锅，就刚到家，那个网店催好评电话就打过来问我你这个空气炸锅用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说我这空气炸锅只炸过空气，现在。他说你能不能先给个好评再去用？我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呀？就你这东西是一用就炸吗？就我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商品质量良好，做饭好吃到炸裂。还有更炸裂的要好评方式，特别没有边界感。有一次我在饭店，然后人家要好评，我说暂时不太方便写，他说那你把手机给我。我说啊，还还我吗？人家让我要好评就是让我留下电话，你给我电话留下，你就看着他们拿着你那个电话半天也不还，你真害怕呀。我说这拿我手机干啥呢？别等会儿跟我说先生这顿不用付钱了，刚刚帮你把那个小额贷开开了，看你还参加个节目，帮你退赛了啊。主要我现在就感觉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好像在变化，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，我打商家那个客服电话，我现在感觉很难打通。我每一次打那个电话，我就感觉我在那个店门口就敲门，就梆梆梆，我在他家门口梆梆梆敲门，没有人理我，或者一敲就开，出了个机器人。但是商家可以随时随地一脚踹开我家大门，问我厉害不？你要是觉得我厉害，你用15个字讲一讲我怎么厉害。说的我满意的话，这1块钱算我赏你的。感谢平台教我，感觉做乞丐最重要的就是会说吉祥话。主要我不太想为了这种蝇头小利去写所谓的好评，我也被骗过。各位，我也当过观众，我当时看了一场某个平台上9.9分的脱口秀演出，就那个演出质量就是一坨，太难看了。结果那天看完以后，主持人上来说，如果愿意写一条好评，会再送我2张门票。就什么概念？只要我愿意承认这一坨美味，我就可以吃饱。我都在想，我要不写一个吧，就给我爸和我弟，就那个演出质量，他俩绝对能睡得很香。演员演得也很开心，说我今天效果挺好，有俩观众都笑出猪叫了。我就希望商家不要再逼着我们去写好评了，也不要逼着观众去写好评。如果觉得好，大家自然会去写的。所以麻烦各位等下给我一个好评。不想写也没有关系，等下可以把手机给我。这是一个稍微有点多余的 callback， 但我坚持留在这儿。我想用这个表达一下我对回访电话这个东西的态度，就是不合适的时候咱们就不要 callback 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徐指导，喜欢徐指导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听说这一轮的创作比较极限啊。是因为我说实话，来这个节目2年，这已经是第6篇段子了，就一直在讲自己身上的小故事，然后就没有过那种观察外面的段子。我就想尝试一下自己不擅长的领域。但徐指导一直有一个能力，就是他过渡都非常自然，就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转换到下一个话题了。对，其实我也没有发现。对，然后后来又提起他俩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前面这俩人出现过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缝的还是挺好的。谢谢。虽然它是2个不太一样的东西，而我觉得徐指导他这个风格是很诚恳，他讲什么我是愿意相信的，很能听进去的。谢谢双老师。Yes， 对，我也同意双老师说的，对，你是很诚恳的。因为讲了一个特别现实主义的故事，然后你也营造了那个空气炸锅，但是我感觉就是它没有炸起来，但已经足够好了。只不过我今天下午我听了16场脱口秀，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，所以我要求越来越高。真的吗？但我很喜欢你的那个衣服的颜色。我也很喜欢你的搭档，然后，漂亮。我很喜欢阿茂的人字拖，然后开玩笑。我会传达给他的。感谢黑灯老师专业的点评。我这个是抄袭黑灯的，全场只有黑灯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。现在
黑灯，因为任科也戴了一个跟你很像的墨镜。这个就是文本很扎实，是表演很真挚，感受很具体，15字了，15个字啊，还差3张照片，其实就是。我觉得大家能觉得过渡很丝滑，主要是徐指导这一篇其实还是想表达边界感这件事情。最早是拿今年辞职，然后跟领导的关系近的，但就感觉人物又多了一个。然后后来也是就2天前决定把领导那趴给拿掉。我是觉得徐指导说话，你就为什么大伙儿能这么容易听进去？我不太想用真诚感这个词儿，就是你怎么能让大家都觉得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，就特别愿意接着往后听下去。我也有这个感觉，就是他确实非常诚恳，就是即便是当铺垫的时候，那我觉得就是您的每一句话都有用，就是没有废话，没有往外支，没有那些个话佐料，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和你表演的这个故事有关系。谢谢。麻烦我多说一句话，我感谢一下那个谢谢，因为刚才其实上台前，然后谢谢就发现前面把这个标给弄掉了，然后他把他手上那个麦这个东西抠下来给我，让我上来挂一下。谢谢，就是我们其实是对战的小队，但是其实他在帮助这个演出更好。刚刚老师说了很多过渡，我觉得最好的过渡还是他送我这个过渡。无论等会儿结果怎么样，我们6个人其实挺团结的，包括选位置什么的，大家都在为其他人。你们明明是7个人，7个人，你们到底背着谁偷偷团结了？我不要我的搭档了，然后我们杨哥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们挺团结，然后无论等会儿什么顺序，然后希望各位能把我们看成一场比较统一的演出，然后谢谢你们啊！谢谢徐指导，欢迎您回到你的这个朋友们身边。我们要先看一下前3位朋友小海安全出口和徐指导的得票情况，请看大屏幕。